你怎么了？一脸的不高兴。没有。你说，要不我搬过来吧？你这么大的别墅，给我一间房子就行。你说什么呢，乔妈妈？我们不是有条件的吗？我不跟你结婚了。我没有要和你结婚呢。那你搬过来干什么？其实，我一个人也常常挺寂寞的。要是能搬到你这里，我就不用半夜急着上公共厕所，非常害怕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租的房子只有10几平米，没有厕所，没有厨房。我每天睡觉前都要想着把身上的卫生打扫干净的事情。最难过的是，当我身上来每个月1次的东西的时候，我都要赶快跑到公共厕所，怕别人把位子给占了。每天我都想着自己能够买菜，做几道自己想吃的菜。你能答应我吗？我住到你们家楼下的储藏室都可以，我就会特别满意的。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啊，是请神容易送神难。你别不高兴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万一我要对你有感情了，你再遇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男人，想搬走，我再反对，那是多尴尬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，所以我们之间还是保持一点距离为好，距离才能产生审美嘛。哎，最近你在网上看没看到网上有很多很刺激的东西？没有。什么美丽的女死囚临行实录，美丽的女死囚临行照片什么的，看过吗？没有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我去过很多次刑场，看过枪毙人，黑洞洞的枪孔，距离脑袋几十厘米。这时候，那个死囚的心理状态那是很复杂的。我们活着的人看到这一幕，那个震撼力比他还要大。监斩官的旗子一挥，砰就是一枪。那个死囚脑袋一歪，躺在地上，脑浆子迸裂。还有没死的，身体还在扭动呢，又是一枪，脑浆子飞出来了都。还有一次，一滴红色的脑浆溅到了我白色的西装上。从那一次啊，我的灵魂就被震撼了。我就对自己说，千万不能犯罪啊，绝对不能犯罪，绝对不能走上这条可怕的路。我的脑浆绝对不能让别人用枪给打出来，溅到他人的西装上。我要是死，我也得保持个完整的脑子。哎，这些人临上刑场的时候是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那个死囚的裤腿都要用绳子给绑住？就是怕他们大小便流出来。人死之前是非常奇怪的，都要把自己最后的一点消化物给排泄出来，就像军人上战场之前一样，都要把自己的消化物排泄出来。这是人体对死亡的一种反应。
现在都是注射执行死刑，让你的呼吸窒息，在昏迷中窒息。不过，现在的处决方式最恐怖的还是将军，它能让你没有一个完整的大脑。哎。 不好意思，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你讲这个故事。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，我永远不能犯罪。我已经体会到了那一枪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。为了远离这种痛苦，我一定要做一个出色的法律捍卫者。成功了！回来了，做手术累了吧？我给你做点宵夜吧。怎么了？你的初恋情人离院长的位置越来越近了。他做成了全国第一例电脑异地控制手术，抢救了一个只有3个月的婴儿。你到现在还没告诉我，你对李汝君说的那个耻辱是什么？那个耻辱到底是什么？你一定有许多事情瞒着我。你为什么李汝君不敢做洪自强的手术？为什么？你说呀！告诉我，那个耻辱是什么？你说呀，你！其实你不告诉我，我相信我也会查出来的。等我查出来了，即使他李汝君当上院长了，我也会把他拉下来。还有你，我会把你们一起绑在耻辱柱上。做噩梦了是不是？谁打你了？你的前夫洪自强？你的秘密还不少呢，你。听没有？
谁？没有看清楚闯入者是谁吧？没有看清楚。哦，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人出现在你的周围？没有啊。妈妈，你不说前一阵老有个男人一直到你们电视台给你送玫瑰吗？是不是他呢？哦，是这个人吗？是有这么一个男人，但是我真的没有看清楚。你知道他是哪个单位的吧？他是一个小混混。有一次我们台里的保安抓到过他，了解到他是个混混，所以没有追究。我有个律师想帮我打这种骚扰官司，我一想就算了。哦，这样吧，到你们家里看看好吧？啊，好，请吧。你们家没少什么东西吧？没有。他怎么会有你们家的钥匙？不知道啊。你仔细的想一想，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闯入你们家？还是想不清楚。啊，警察同志啊，这一段时间啊，我们家出现了些怪事。我们住这5年了，从来没发生过。你说什么怪事？14、15天以前吧，我们家突然出现了30条蛇，整个大楼就我们家有，别人家没有。还有7、8天以前呢，我们家的浴缸里面又出现了40多只老鼠。你说的这个情况没有通知我们呢？因为不知道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，小区的物业和保安调查了，到现在呢还没有个结果。我怀疑是楼上这家的房屋中介有问题。哦，你所反映的情况我们都会记录在案，还有什么特殊情况吧？基本上就这些了。如果是你们家里没有少什么东西，对方对你和你的家人没有进行人身伤害，所以这个案子构不成刑事案件，顶多是一个治安案件。所长，我刚刚发现一瓶压缩有被松动的痕迹。哦。对了，前几天我这个钥匙基本上打不开这扇门，我儿子说有人来过我们家门口，儿子说好像这个男人在开我们家的门。这个人有你们家的钥匙，进了你们的家，既没有偷盗，对你们又没有人身伤害，这个案子挺蹊跷啊。前天晚上我爱人在医院加班，我累了就早睡了。后来隐约中有人在摸我的身体，我打开灯又没发现人。后来我丈夫回来了，发现家里没丢什么东西也就算了。后来我们睡了以后，我又听见有人在关我们的门，我们追出去一看，也没看见这个人。从你反映这个情况看，这个人的注意力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他每一次进入你家的时候都是你丈夫不在的时间。那很有可能是那个送花的骚扰者。这样吧，我们马上去调查这个人，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但是这个案子仍然构不上刑事案件。你如果是查到这个人，你可以自诉，法律上是允许的。至于是什么性质的嘛，法院也得靠证据来说话。我必须解决这个事情，明天就去法院打这个官司。我支持你。喂，于萍萍啊，
葛律师，我想请你帮我打这个官司。啊，你终于想通了。不是终于想通了，而是他比以前更加猖狂，简直就肆无忌惮。怎么了？我怀疑，但是我不太清楚他怎么得到我们家钥匙的。我觉得他已经连续的进入我们家2次，就前一阵子那个蛇和老鼠事件，我也觉得是这个人做的恶作剧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警察已经来过了。对了，我儿子在我们家门口见过这个人。那他有什么具体的犯罪行为吗？是这样，于萍萍，既然你聘请我做律师了，我现在呢马上要到你们家去，跟你商量一下这件事情，顺便我看一下现场。好的，您过来吧。好，那麻烦你告诉我一下你们家的地址好吗？湖滨东路东海第一医院家属院28号楼11001室。好的，再见。哎，醒了？谁找你打官司啊？你猜不出来。猜不出来。哎，你怎么没记当事人的地址啊？不用记。你怎么找到人家家里？啊，我记得住。东海第一医院家属院9号楼11001室，没错。你好像很熟悉当事人的地址。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我有当事人的电话，我要找不到他，我还可以给他打电话。是于萍萍。行了，那个我穿衣服上班去了。你要对于萍萍打官司了？他终于召唤我了。哎，我的舞步有进步吧？应该有进步了。Il nome mio nessun sapranno, no, sulla tua bocca lo dirò, quanto la luce spranta la vincerò. In cielo 有一唱今夜无人入睡。是啊。而且唱得挺不错的。葛建斌，我真觉得你有很多秘密。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，你梦中在喊什么萍萍？是哪个萍萍啊？不会是于萍萍吧？别跟人瞎说。那你喊的是谁的名字啊？啊，是我以前的女朋友，算是初恋的女朋友吧。你的秘密真不少。喂，哪位？你怎么还给我来电话？对，不方便。我给你打过去吧。哎，谁的电话呀？
他说这就是他家，他忘记带钥匙了，叫我想法把门给打开。我打开门了，他又说了，叫我把锁给卸下来，给他配一把。你就卸了锁？锁是谁装上的？还是他到摊上自己拿的，他自己装的。葛律师，这位呢是我请来的律师，帮助调查这个案子，我要起诉对方。你说的这一切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没问题。他说这里是他家，你就给他开门了。我们一直要求你们从事修锁和开锁行业的，一定不要被犯罪分子利用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们一天是赚这么几个钱儿，好拥有个生意。难道我说，你把你房产证拿来，这生意早跑了，我们得饿死吗？你还有理了？反正主人家没丢东西。你是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。要是犯罪嫌疑人对我委托人进行了人身伤害，你能逃走法律的责任吗？退一步说，犯罪嫌疑人没有对我委托人造成身体的直接伤害，但是他的闯入已经造成我委托人的精神伤害，你要不要负法律责任？我是于平民女士聘请的律师，我叫葛建斌。据我的初步掌握，对方对我委托人的骚扰已经构成了刑事案件，我们要追究他的刑事和民事责任，因为我们已经决定打这场官司。我们也同意律师的意见。我们现在找不到证据，没有办法立案。我看还是请于萍萍女士自诉吧。对这种骚扰，我们一定要诉讼于法律，才能保证自己的平安。我看我们还是先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事情要通知你们。我希望你们派出所出具法律证明。这没问题，我们一定配合。还有你，法院开庭的时候，你要充当证人。我没时间，我还要做生意呢。你有义务出庭作证。你要是不出庭的话，我要追究你的连带责任。什么叫连带责任？就是你没有按照公安局的规定，确认让你开门的这个男人的身份，擅自开锁。虽然没有给我的委托人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，但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我委托人的身心健康。那我出庭作证就没事了？你必须配合我们。那好，我们先走了，你跟我回派出所。葛律师。平平，你爱人和孩子都不在家。孩子上学，爱人上班了。谢谢您啊，看来律师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。你一来，对修锁人有一种震慑的作用。是吗？其实，你跟他们谈话和律师跟他们谈话，从角度和分量上，都是不一样的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对他们不能手软。你一手软，他们觉得你好欺负，不是往你家放蛇，就是放老鼠，竟然明目张胆的配钥匙，太胆大包天了。不过，从现在开始你听我的，还来得及。葛律师，请坐吧。这件事情我早就应该听您的，唉，现在是搞得我心烦意乱，全家人为了这件事不得安宁。您请坐。你先告诉我。不，你先叙述一遍，你第一次是怎么见到他的？我们先谈一下老鼠跟蛇的事情吧。不，你先说，在床上第一次是怎么发现他的？那天我特别累，睡着以后，好像感觉有人在摸我的腿。摸你的腿？太下作了。继续。后来我睁开眼睛，没有见到这个人。他这么大胆的配你家钥匙，潜藏到你们家，就是为了摸你腿？没有干别的什么吗？别的什么？我需要的是法律证据。如果你能确定
他侵犯了你的身体，我们就可以以侮辱妇女罪起诉他。葛律师，他只是摸我的腿。啊，如果我们能进行刑事诉讼，那么我们可以加强对这类骚扰者的打击力度。葛律师，他并没有进一步的行为。你等一下，你让我分析一下这类人的心理状态。他很迷恋你，因为你是公众人物，因为你气质高贵，因为你美丽。我很想知道你对他的态度。恶心。可是如果假设他对你的追求、跟踪献花，都是真诚的、发自内心的，你怎么看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每个最坏的人身上，他都有一点一丝人性闪光的东西；每个最好的人身上，同样也有一点一丝人性丑陋的东西。所以，他一定有真诚的一点。我还是觉得恶心。一点怜悯都没有吗？没有。连1/1000的心都不动。如果他喜欢了你10几年，甚至以后几十年，甚至一生都喜欢你呢？葛律师，我现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也听不懂你说的话。你怎么会让我去同情一个这样的一个骚扰者呢？我觉得感情或者爱情都是2个人的事情，一个人在那里想，一个人在暗恋，这不叫什么爱情。对我来说，只是觉得恶心，我绝对不能接受，永远不能。好，那还是让我们谈谈法律的细节吧。终于接近你了，到了你的家里，看到了你的床，看到了你的衣服，看到了你上的卫生间，甚至马桶。我觉得我愉快极了，从来没有这么愉快过。甚至连你喝水的杯子，我都要保存，我都要亲吻一下。我知道，那杯子口上仍然留着你的醇香。不，我不是恋物癖，我要的是你这个人，这个我的天使。我知道，我强烈的感觉到盛大的日子就要到了，就要到了。让我张开双臂，迎接着盛大的日子吧。华世南去什么地方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他早不干了。现在我们企业不太警惕，老板裁员他就走了。你们知不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下流的表现？比如说，偷看女人，喜欢黄色录像之类的。这没有发现。他喜欢讲黄色段子吗？没听他讲过。他有没有追求过女工的事情？没有，看上去是个老实家伙。人啊，知面不知心，谁知道他在外面这么多花花肠子？这就是他在你们企业的情况介绍。太简单了。他在你们企业难道就没受过其他的处分吗？我们是私营企业，主要考虑经济效益，
一般的工人表现不好，就让他走人了。哎，你知道他们家地址吗？这有个地址，你找找看看。啊，对了，律师，他犯什么罪了吗？他侵犯他人隐私，对他人进行骚扰，有人要起诉他。花婶哪有这个胆量？我真小看他。他人在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他常常早出晚归的，说是准备挣大钱。儿子，出去吧。赚什么大钱？他没具体跟我说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有没有对你说过，他怎么赚大钱？大钱是多少？我对他的话是一个耳朵进去，另一个耳朵出来，没当回事儿。他真的没跟你说过在外面做什么生意吗？他没说，只是把挣大钱的话吊在嘴上，拿回来的都是些小钱。你们经常谈些什么？我不愿意理他，不争气的东西，老婆孩子都养不起。他最近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上。什么话？他说他要大了。大了？什么大了？他只是说他要大了，搞不清楚。没什么事儿了吧？没事儿，我去菜场买菜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受他人的委托，也就是说，我是受被他骚扰的女主持人的委托律师，我来了解一下情况。等他回来，你跟他说吧。你告诉他，我来过。你必须清楚，一旦要是法院传唤他，他必须到庭。他要是不到庭的话，法院可能拘传他。什么是拘传？就是派法警押他到法庭上去。我老公不是那种人呢，他不是那种下流的男人呢。那他是怎样的人？他虽然游手好闲了点儿，也不至于去骚扰别人吧？你从来没有发现他这个毛病？没有。很多男人在外面做了事情，全世界人都知道了，老婆是最后知道的，你明白吗？死鬼，不要脸。他从来没跟你说过这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他骚扰女主持人的事情。没有啊。要骚扰就骚扰我好了，你骚扰女主持人干什么？你说你要是有钱，孩子老婆有饭吃，你没有事情做，骚扰人家一下也可以。穷的连锅都揭不开了，骚扰人家当饭吃啊？哎呀，哎，老婆，你干什么你啊？你干的好事，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，你去骚扰女主持人，你死不要脸的，你给我丢人！啊，你都知道了？你给我站到墙角去！好，站墙角，站墙角。人家律师都来了，你死不要脸的，你给我站好了！律师，是那个葛建密律师吧？你怎么知道律师的名字的？啊，没事儿，听说是个名律师，主持人都请了名律师了。好啊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死不要脸的东西，你给我丢人！老婆，你给我丢人！人家让你拿精神赔偿，我看拿什么赔？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大什么大？给你骚扰！老子马上就大了，你还敢打大了的人啊？谭大营，我们已经等待了你好几天了。我们广大的听众和我们一样，都在为你着急。你的父母亲也特意从家乡打来了电话。在这里，我们要告诉你一个情况：你的母亲知道你出事以后，也急出了病。我们东海电台法治热线将做一期新的特别节目，就是去你的家乡看望你的父母亲。我们希望你能收听到这个特别节目。哎，干活呢？快干活来！
要出去，去大连的旅社。对，有一个犯罪嫌疑人需要帮助。官司呢？我去的时间不长，这样吧，葛律师，你可以向法院递交诉状。好。关于这个花水男的情况，我已经摸清楚了。这个人是去年从一家私营的肉联厂下来岗，一直没有工作，在社会上一直打散工。我已经警告他，法院一旦传唤他，他必须到庭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喂，任意啊，葛律师，稍等一会儿。我刚刚听了你的节目，说你要出去，也就是1个星期，1个星期以后我就回来。你出去前我们见一面吧，我很想你，我很想和你来一段激情的探戈。真的，我都害怕了，我怕我离不开你。我们见面吧。没时间了，等我回来吧，回来我给你打电话。听说你又被骚扰了，我挺担心的。没事了。我马上要跟他打官司，这一次一定要把这个骚扰者送上法庭。好，就这样吧，回来见。不好意思，葛律师您继续。这个案子进程可能是这样的：我们先进行刑事自诉，一旦骚扰成立，我们就可以把对方送进监狱，至少要判了个缓刑，限制他的自由。从此以后，你就不用担心有人会骚扰你了。那太感谢了，葛律师非常高兴我们这次合作啊。真的？啊，葛律师，就按您说的办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赶回去收拾行李，明天要出发呢。一起共进午餐吧。没时间了，下次吧。于萍萍，有件事情。我想问你一句。您说。你对我这个人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那好，下次见，再见。去吧，我1个星期就回来了。你认识他们？哦，不认识，我好像觉得在哪儿见过，好像是跳国标那对儿吧。哦，对，是他们。好，路上小心点，经常打电话啊。妈妈，早去早回啊。听爸爸话啊。李大夫，我们该走了。好。差点时间差不多了。好，再见啊。走了。拜。拜拜，宝贝。好，再见。拜拜。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人家郑州那边一直说要跟我合办一个联谊舞蹈学校，我这次去主要是看一看他们的资金情况，还有场地情况，也就1个星期吧，放心。那你早去早回，不然我一个人在家待了会寂寞。我知道了，亲爱的。我去一趟洗手间啊。干什么呀？我想你。你，这就是我给你的惊喜。我是去工作，你捣什么乱呢？白天可以工作，晚上我们可以见面。你放心，电台里没有人认识我，我不会影响你工作。
那你得小心啊。